这是史上出现事故最多的一场举重比赛。先是埃及选手发力过猛，直接失去意识，险些丧命；接着哥伦比亚选手挺举失败，脑门砸地，当场昏厥。整场比赛选手们脱手、滑倒、失去意识，事故频发，比赛也因此被迫终止了3次。这场比赛就是2015年世锦赛男子举重77公斤级比赛。来自世界各地的年轻小将本想在比赛中大放异彩，结果现实却给他们好好上了一课。可能是比赛强度太大，第一位出场的选手用了吃奶的劲儿才将杠铃举起，虽然成功了，但他却用手撑着膝盖，面色凝重，显然是刚刚用力太忙，导致膝盖受伤了。接下来出场的埃及选手就没这么幸运了，只见他用尽全力将杠铃举过头顶，奈何发力过猛，杠铃掉落，他也突然失去意识，直接朝自己身后倒去。好在杠铃落地没有砸到他，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。紧接着挺举比赛开始，先是斯密达选手出现脱手，挑战失败，接着这位蓝衣小哥出师不利，跪倒在地。但这些还不算什么，然而后怕的是接下来出场的这位埃及选手，他先是一个踉跄，差点冲到台下，好在及时稳住脚步，但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。紧接着这位蓝衣小哥再次出场，本以为这次能正常发挥，但接下来发生的一幕让现场的氛围瞬间凝重起来。他颤颤巍巍地举起杠铃，谁知下一秒突然倒地一动不动，现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赶紧围了上来。经过短暂的休息后，他又站了起来，坚持不懈的他决定再次挑战，但结局依旧不容乐观，他再次倒地。最后这个流血流汗不流泪的大力神捂脸痛哭起来，这或许就是竞技体育的残酷。接下来上场的埃及选手，他刚把杠铃举过头顶，没想到脚底一滑，直接摔倒在地，腰部也因此严重受伤，最终被担架抬出场外。接二连三的意外像魔咒一样环绕在场地中央，选手们都屏住呼吸，却难掩紧张的气氛。此前状态良好的哥伦比亚选手是夺金的最大热门，没想到他接下来的3次挺举全部以极其危险的结局收场。时至今日，我们再次回顾这场比赛，依旧让人背后发凉。也正因为如此，有不少人建议取消举重项目，因为这个项目对人身体的伤害实在是太大了。屏幕前的各位，你们觉得该不该取消这个项目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。